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真相节目第5期啊。一场意外的推文风波啊，这让一位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面临身份危机。之前的广州刑警邓海燕啊，网名叫二大爷，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一句幸灾乐祸的言论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啊。我们也播了几期了。那美国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员查理·科克呢，本月在犹他州遭当众枪击身亡。邓海燕呢，却在 X 平台上发文嘲讽，并且飙脏话啊，结果舆论哗然。那多位美国的政界和媒体人士啊，都纷纷点名批评啊，直言应该尽快调查、起诉并驱逐邓海燕。那一时间呢，要求取消其政治庇护资格，甚至将其驱逐出境的呼声此起彼伏。社交媒体上甚至传出消息称，邓海燕的美国签证已被吊销啊，他可能很快返回中国嘛？啊，显然这个消息呢，应该不是真的啊！有很多独立的来源都澄清说，目前邓海燕尚未被正式取消签证或绿卡。那确实存在被取消的可能啊，但是这个事儿还没有发生。那这场因为言论而产生的这个争议呢，让邓海燕的这个美国政治庇护身份啊，骤然蒙上了阴影啊。那究竟邓海燕面临多大的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她的庇护身份是否合法？而这一事件又是如何折射出美国政治庇护制度对于特殊背景申请人的审视与权衡呢？我们今天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啊。好，那邓海燕其人呢？当然就我们前几期也介绍了，有一些新朋友我再简单介绍一下。他从刑警啊到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异议博主啊，那要理解这场风波呢，首先要了解他。是现年46岁啊，这个出生于贵州毕节的一个军人家庭啊，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在广州市黄埔区公安分局啊担任刑警长达7年。他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啊，在这个中共的体制内工作了17年，后来调任黄埔区党委机关啊当公务员。然后呢，业余时间呢，他喜欢在网上发表文章啊，讨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这些言论显然是触怒了中共当局啊。那么在2018年起呢，他就被多次警方约谈喝茶，家中也2度被查抄啊。那2019年10月呢，广州市这个纪检监察机关啊，以严重违纪为由，将他开除出党籍和公职。失去体制庇护的邓海燕呢，感到自身的安全堪忧，于是呢，在2019年底举家移居美国，在加州定居。来到美国后呢，他继续批评中共的创作啊。2020年开设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二爷故事，定期发布这个时政评论的视频啊，这个还有历史的视频。那迅速积累了几十万订阅者啊，好像已经破100万了啊。然后成为了华语圈知名的自媒体博主。那从中共的刑警到流亡异议者，那邓海燕的自我评价是，他从工具人变成了反贼啊，这是他他在这个美国之音的时候说的话啊。那他公开宣称找到了自由啊。那么这个庇护身份引起了哪些争议呢？以及他这个幸灾乐祸风波啊。他来到美国后呢，是通过政治庇护获得的这个合法居留权啊。众所周知呢，许多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敏感人士选择以旅行签证入境美国以后呢，在1年期限内提出庇护申请。那邓海燕的经历符合这一个典型的模式啊。他因为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而逃往美国，也符合这个寻求庇护的动机啊。然后呢，这个他的庇护身份是否是完全合法稳固的，现在却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那此次科克遇刺事件呢，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一位副手啊，克里斯托弗·兰道公开表示，美化暴力和这个宣扬仇恨的外国人，在我们国家不受欢迎啊。他强调，凡是在社交媒体上赞扬、轻视科克遇害事件的外国签证持有者，都将被列为调查对象，领事官会采取适当的行动。那这一强硬表态呢，无疑受益有关部门严查持有美国签证的外国人的言行。那邓海燕的不当言论恰巧就撞在了这个枪口上，所以呢，被人抓住把柄啊，这个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啊。那这个推波助澜的呢，其实是另外一位这个旅美独立调查记者赵兰健的这个介入啊。当然我看过这个赵兰健的这个 X 账号一些言论，反正我感觉这个哥们儿也是一个这个积极的这个谣言传播者啊。那赵兰健指出呢，邓海燕之恩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此次的幸灾乐祸的失言，更严重的是他过往申请美国政治庇护时涉嫌通过编造故事来骗取资格啊。换言之，
赵兰健质疑邓海燕当初提交的庇护政治材料中政治庇护材料中可能捏造了事实，像写小说一样虚构受迫害的经历他强调，在美国移民体系中，说谎就是犯罪。如果查实邓海燕存在伪造政治庇护、骗取移民机关的行为，他不仅可能丧失庇护的资格，甚至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赵兰健还暗示说，这起事件背后牵涉的不止邓海燕一个人。他公开点名曾经为这个中共党校教授的这个中共党校的前教授蔡霞然后包括王志安然后还有这个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人士和机构，质疑他们在邓海燕的庇护申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言下之意呢，邓海燕或许并非孤立行事他顺利拿到这个庇护身份，可能得到了一些人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的支持或者包装。那这些指控如果属实呢，无疑将为邓海燕的庇护合法性蒙上一层阴影那目前来看美国官方尚未就邓海燕的个案发表过任何的明确结论。正如前文所述关于他这个签证被吊销的传言已经被澄清为尚未成真那邓海燕本人呢，则在事件曝光后呢，火速就删掉了惹祸的这个推文那并连续发帖为自己辩护态度可谓180度大转弯。那据报道呢，他用小号发文抱怨说在中国时我无数次被粉红亲共网民以亲美的名义举报，不得已才来了美国。如今在美国又无数次被悉尼奶爸这样的川粉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以反美的名义举报，不知最终会被迫如何。他还反击检举他的这个澳洲华人博主悉尼奶爸卢成飞这揭露对方曾是中国一带一路相关部门的雇员，我们上期也讲了，暗讽他是在中共在澳洲的喉舌并公开艾特了这个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和内政部宣扬要替你举报一把。那邓海燕将这场跨国舆论战形容为有些人渣走到哪儿都改不了互相举报的优良传统他的支持者也为他说情，质疑说仅凭一句不当言论说要置人于死地是否合适呢这个就是支持者的观点那么然而反对者则咬定青山不放松那个翻出了邓海燕过往言论中对于川普的这个种种不屑指责他不尊重美国的价值观，甚至怀疑他是中共的特工。那可以说这个邓海燕正在被裹挟在这个中美舆论撕裂的风口浪尖一边是反共圈这个内斗举报成风，另一边呢是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呢对于政治庇护者忠诚度的严肃拷问。在双重压力下他的庇护前景变得不确定起来了。那我们先来看仔细看一下美国这个政治庇护的制度为了看清这个邓海燕可能的出路，我们有必要去了解美国政治庇护制度的运作原理。那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每年都有许多人以难民身份寻求保护，因为他们在原籍国因种族、宗教、国籍加入特定社会团体或持不同的政治见解而遭受了迫害，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将来会遭受迫害。那美国移民法规定，符合上述条件的难民可以申请政治庇护，就是 asylum。那么一旦获得庇护，即有权留在美国，并可逐步申请永久居民甚至公民身份。那庇护的申请主要途径呢有两种第一种是主动申请，叫 affirmative asylum， 和防御性申请，叫 defensive asylum。那主动申请呢，是指申请人在尚未被移民局地点出境之前，主动向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这个 USCIS 的庇护办公室提交了这个庇护申请表，是 I-589。那么许多中国申请人持旅游签证，就 B2 就 B1、B2， 那么或者是探亲签证入境以后呢，就在合法停留期间提出了庇护申请，以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润美国了那根据规定呢，申请人必须在最近一次入境美国就这个1年之内必须要在1年之内来提出这个庇护的申请，否则将丧失这个申请的资格。那除非能证明本国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个人遭遇了特殊情况这个才可以豁免1年的这个期限。那邓海燕是2019年底入境的，如果他在1年内，即2020年之内那么提交了这个庇护申请的话，就属于合规的及时的申请。那主动庇护程序下USCIS 会安排庇护官员与申请人面谈以这个非对抗性的方式核实申请人的经历和恐惧是否可信。如果庇护官员批准，那申请人即可获得难民庇护身份；如果不批准，则申请人的临时签证身份就会失效。那案件会移交给移民法庭，转为这个防御性的这个程序就是所谓的这个 defensive asylum。那防御性的这个庇护申请是怎么回事呢？发生在这个申请人美国政府启动递解出境程序之后。典型情况，比如说有些中国人偷渡或者是非法入境被抓然后
或者是就合法签证过期了滞留，然后才被移民局发现啊，他是这个被发现了。那么此时他们可以在移民法庭上提出庇护啊，作为这个抗辩的理由啊。防御性的庇护呢，由移民法官听证来裁决。过程中呢，国土安全部会派出移民官，其实是政府的律师啊。那么反对庇护申请，他们是对抗性的这个诉讼程序啊。如果法官最终批准了庇护，申请人得以留在美国。那么如果拒绝，那就会发出这个递解令，将其遣返回原籍国啊，除非上诉成功。那需要强调的是啊，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啊，政治庇护绝对不是什么轻松拿美国身份的捷径啊。相反，它通常伴随着漫长的不确定性的等待和严格的审核。据统计啊，在特朗普政府收紧政策以及普遍严格的审查下，许多庇护案件最终都被移民法官驳回了。那成功率远远没有某些这个非法中介啊，他们吹嘘的那样乐观。那一些不良的移民中介或者律师啊，鼓吹说庇护易如反掌啊，甚至教唆申请人编造完美的受迫害故事来骗取庇护的资格。然而，正如美国这个就曾经这个出过事儿啊，就美国的这个王君宇律师事务所所提醒的那样啊，这个律师事务所提醒大家啊，这个编造故事造假获得庇护是一条不归路啊，造假一旦败露，后患无穷。2012年啊，这个纽约就曾爆出大规模的这个华人庇护的造假案啊，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联合纽约警方突击搜查了多家华人律师楼，发现了大量的假材料啊，做假故事这个欺骗移民官等等这样的案件。那结果涉案的这个律师和助理呢，多人都被捕，而且被起诉了啊。移民局随后也重新审查了这些律师楼经手的庇护客户。那不少原本已经拿到庇护甚至绿卡的华人，因为申请过程造假而被撤销身份，面临被遣返的命运。那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啊，即使庇护申请初期糊弄过关了，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当发现有欺诈行为的时候，国土安全部有权随时启动驱逐程序，即使对方是已经拿到绿卡的难民身份的人士。那只有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啊，才能基本上彻底避免因为这个移民欺诈被驱逐出境的这个风险。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这个庇护会被批准，什么情况下会被拒绝呢？有没有一个标准？那概括来说啊，申请人必须符合难民的法律定义，他在本国过去曾遭受迫害啊，或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返回这个原籍国以后会因为特定原因遭受迫害。那这些特定原因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5大法定理由啊：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或特定社会群体身份。举例来说啊，如果一位中国公民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而被抓捕啊、关押、判刑，那么他的政治意义立场使其属于受庇护法保护的范围，即政治观点的范畴。那再如，比如新疆维吾尔族人啊，因为民族和宗教原因受到打压，也符合庇护的条件，就是宗教、种族的这个宗教种族的这个原因啊。那申请人需要提供尽可能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陈述，比如逮捕的记录、判决书、警察传唤的通知、医院伤情的证明、媒体报道、亲友证词等等，以建立起可信的恐惧。那美国的庇护官员和法官会综合考量申请人的可信度，比如如果这个申请人的故事前后矛盾，细节经不起追问，或者提供不出基本的佐证，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啊，庇护基本无望。此外呢，申请人如果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比如超过1年啊，就来美超过1年以后才申请，而且没有合理的解释，将会被这个法定的1年条款所禁止。那在邓海燕的案例中，显然他是及时申请了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形啊，会让这个庇护的资格被剥夺或者是拒绝，即使申请人本人有迫害风险啊。首先，这个法律明文规定啊，美国法律明文规定，曾经参与迫害他人的人被禁止获得庇护。这被称为迫害者排除条款，叫 persecutor bar 啊。那么旨在防止那些曾经是压迫机器一部分的人摇身一变啊，变成了利用庇护制度来逃避制裁的这种方式。那比如啊，一名曾经替这个中共打压意见人士啊，或者是比如说虐待这个宗教人士的这种国安特工啊，那么哪怕他后来倒戈啊，自称受了迫害啊，那美国也不会给予庇护啊。比如说因为他自己就是沾了血啊，就是沾了这个迫害他人的这种污点。那同理呢，如果申请人犯下重罪、恐怖活动等严重的非政治罪行，那出于公共安全考量，也不会给予任何的庇护啊。就是你这个，即使你有犯罪记录，也应该是因言获罪之类的啊。好，那么申请人在第三国已经安顿定居的，也会被认为不符合庇护条件啊。那么对照这个邓海燕的情况呢，有人质疑他作为前公安干警是否曾参与过中共对公民的打压呢？这很难说啊。那这类指控虽然没有实锤的证据，
但如果日后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曾经迫害他人，那他的这个庇护资格肯定依据这个美国的移民法就不保了。此外呢，如果真如这个指控所言啊，他捏造了故事，这个欺骗了移民官，那也是移民欺诈的这个犯罪行为啊，同样足以让他已经获得的这个庇护被撤销，甚至会遭遇这个牢狱之灾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啊，其实美国政府呢，并不会因为庇护者在美期间发表某些言论，就轻易的撤销其庇护啊，这个和签证持有者还是有区别啊。因为签证确实已经有大量的这样的案例发生了啊，确实，因为签证的性质不太一样啊，签证是说，你许可来美国，对吧？那他所有的这个考量权，其实这个移民局是有充分的裁量权的，啊，庇护呢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毕竟呢这个言论自由确实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啊，不要管大家觉得现在有什么样的倾向，但是这个法律的基础还是在的，而且法律的这种制衡还是非常严的。那么一般而言呢，只要庇护者没有违反移民法或者触犯刑律啊，他的庇护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然而，正如本案所见，如果庇护者的言行啊发表就是引发了对其申请真实性或者道德品行的质疑，那移民机关可能就会进一步的调查了啊，从而牵出其他的问题啊。那一旦发现他这个或许庇护时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等等行为，那么庇护的身份可能就不保了。那换言之呢，邓海燕因为言论不当啊，本身或许不至于被驱逐，但是如果因此很多这个朋友争议啊，我就是这个词儿应该是念曝光啊，但如果因此曝光了他申请材料造假的这个疑点啊，那美国当局就有合法的理由啊重新审视，甚至撤销他的这个庇护资格啊。那么这也是为何这个赵兰健等人啊，就紧抓他这个编故事庇护不放啊！一旦坐实呢，他的在美的立足之本将顷刻坍塌。好，那这个对于特殊背景的申请人，美国到底会如何抉择呢？其实啊，邓海燕的事件还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话题啊，就是对于像他这样来自中共体制内暴力部门，比如公安、国安、军队等等的人员，那美国政府和移民机构如何看待他们的庇护申请？比如邓海燕这个案例，就是他就过了啊。那这些人往往身份敏感，曾经是中共政权的执法者或者官员，后来因为政治斗争或良心觉醒而出走他乡。这种特殊背景的申请人呢，既可能握有重要的情报对美国有利，也可能是道貌岸然的加害者，甚至可能是伪装投诚的间谍。所以呢，美国对他们通常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具体决定呢基于这个法律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衡量。啊，那么历史上最著名的这个案例啊，就莫过于这个王立军事件啊。王立军是重庆前公安局局长啊，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任副市长，曾经是政治局委员，这个薄熙来的心腹干将啊。那么在2012年2月呢，王立军卷入了薄熙来夫妇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的这个政治丑闻，感觉自身不保的这个王立军呢，突然闯入美国驻成都的这个总领事馆，那么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王立军携带了大量的机密资料啊，希望以此换取美方的保护。然而呢，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当机立断地拒绝了王立军的庇护请求，没有收留这位中共高官。美国国务院很快派人将王立军移交给了北京中央政府的特使。随后呢，王立军被中方逮捕啊，并以叛逃、滥用职权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那美国为何对王立军立马就关上大门呢？据事后多方披露的信息来看，奥巴马政府高层一开始就认为以保护人权为由，庇护一位这个中国的地方公安局长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官员指出啊，王立军在重庆任公安局长期期间啊，这个局长期间呢，是薄熙来推行高压政策的主要执行人，不是什么斗士。他虽然掌握了中共高层的黑幕和情报，但他的污点同样不可忽视。他积极参与了重庆打黑运动的这各种争议行动啊，冤假错案，但手上可能有人权侵害的这种血债啊，那这使他在庇护申请人中被视为高风险人物。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当时这个现在的两杯水啊，当时还是副主席啊，那这个美方担心他收留王立军会引发中美的外交风暴。那综合这些因素呢，希拉里果断主导下，这个美国国务院放弃了王立军这颗烫手的山芋，没有像冷战时期接收苏联叛逃特工那样接纳他。事后呢，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曾经批评此举错失良机啊！如果给王立军正式的庇护，他可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中共的情报。但从行政部门角度看啊，不庇护王立军是基于法理和现实的权衡。
一是他本人信誉欠佳啊，可能涉及迫害行为，触犯了庇护的这个排除条款啊，就是这个 persecutor bar 啊。那么二呢，则是他考虑这个中美关系的大局，就此人呢身份敏感，营救成本太高了，风险大于收益。其实呢，王立军的事件也表明啊，对于深度卷入中共权力体系，甚至公检法、军事等暴力机构的人，美国在庇护问题上一向谨慎甚至冷淡。他们必须拿出比普通异议人士更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自己如今遭受迫害且值得同情，同时还要自证清白，表明自己过去从未犯下任何这个迫害人权的罪行，否则就可能像王立军一样被美国视为这个战略弃子，拒之门外啊。相反，如果体制内出身的人能证明自己的确背弃中共啊，甚至冒死透露出中共机密且符合美国的利益，那美国也并非全无伸出橄榄枝的先例啊。比如更早一些时候啊，中共曾经有情报官员在冷战时期向美方投诚的案例啊，美国就给予了庇护和安置。但冷战结束以后呢，这类高度政治化的庇护案件已经不多见了。美国政府更多的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评估每个申请人，而不是单纯的从意识形态和对抗的角度出发了。那具体到华人移民社区呢，对有中共官方背景人的申请庇护呢，也存在一种警惕的这种心理啊。那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和老侨民常怀疑此类申请者可能夹杂着中共派出的带任务的人员。邓海燕呢就被某些反共的这个激进分子啊怀疑是大外宣啊，中共对外宣传的工具，或者是内奸。那如今这个苛刻事件一出呢，他很快就被推上了舆论的被告席，背后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一位旅美华人在网帖中曾经嘲讽道啊，他就是大外宣啊，跟王局这个一伙的啊，驱逐出境正好送他回组织报道。那么也有人这个包括我们评论区啊，也有很多人为这个邓海燕叫屈啊，认为他毕竟因为抨击中共而受到打击报复，不应该因为一句话就被打成特务。那这些声音说明啊，来自中共体制内的人很容易在庇护问题上啊受到双重的夹击。一方面是美国官方的严格审查，另一方面海外这个民间呢也充满了猜疑。如果他们言行不慎，就会刺激到敏感的神经，从而引火烧身。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所谓庇护之路任重道远了。那回到邓海燕这处境啊，那这场风波可以说是给他和所有身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都上了一课啊。当然，邓海燕到底是不是异议人士还要有待调查啊。那美国的政治庇护制度旨在保护真正逃离迫害的自由斗士，而不是免罪金牌。它有严密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绳作为支撑。那申请人必须坦诚可信，经得起查。一旦发现造假，即使远在自由国路啊，即使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绿卡，也难逃法律的追究。那邓海燕目前是否真的面临被驱逐出境呢？从法律角度看，关键取决于美国当局是否会认定他触犯了庇护申请的红线。那仅凭他在美国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美国政府并不能随意撤销一个已经获得庇护的这个人的身份啊，毕竟言论自由也是适用于庇护人士的。但是呢，如果由此引申出了他当年申请庇护时有这个欺诈隐瞒的行为啊，那就另当别论了。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美国的有关部门会重新审核邓海燕提交的庇护材料、采访记录，寻找其中是否存在不实之处。一旦发现问题，撤销庇护、取消绿卡、启动这个遣返程序啊，都有可能。而且现在遣返呢，美国可能会考虑到他遣返回中国会有危险，可能会给他遣返到这个什么洪都拉斯、南美洲啊，或者是非洲南苏丹啊。所以呢，即使没有发现，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硬的证据，但是呢，邓海燕呢，恐怕也已经受到美国情报和这个移民机构的重点关注了啊。那今后的言行将受到更严密的审视。那对于像邓海燕这样怀揣的理想，我们暂且认为他怀揣的理想啊，逃离了中国，那么这番语境无疑是巨大的讽刺和教训。他从前服务于中共的维稳系统啊，这很可能欠下了血债啊，但最终却因反思历史啊，抨击集权又变成了共产党眼中的叛徒啊！当然，这个是目前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个事儿啊。那流亡他乡寻求庇护，那本以为到了民主国家可以随意畅所欲言啊，没想到一句过激的言论，又几乎把自己推上了这个另一个极端啊。那被贴上了反美啊、不受欢迎等等标签啊，没有人性等等标签。那他昔日的身份背景呢，也在关键时刻被对手翻出，成为质疑他庇护资格的有力武器。那这个案例在生动地提醒所有正在寻求庇护的中国人啊，如果你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意味着要以诚实和谨慎
自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美国欢迎的是真正的自由追求者，但绝不会纵容造假取巧之徒。美国可以庇护政治异议者，但也同样在意他们是否尊重美国的核心价值观。那最后我们来静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啊，美国移民机关是否会正式撤销邓海燕的庇护，或者是这场风波随着时间降温啊，他依然能够继续留在美国呢？邓海燕本人曾经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感慨道：“终有一天你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不可能永远沉默下去。”如今呢，他正在面对自己的言行和过往的双重审判。那这场风波的结局啊，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折射出中美之间围绕人权、法治和政治庇护的较量与微妙的平衡。那我们还会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啊，为您带来最新的这个进展和分析。好的，我们这节目会不定期更新啊，谢谢收看。那欢迎大家订阅啊，那我们下次再见吧。